大家好，我是大熊，欢迎来到熊语海奥华。为了提高视频的更新频率，接下来我会暂时以数字人的形式继续与大家分享。我最开始创立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只分享我认为最贴近宇宙真相的内容。在过去的海奥华系列视频中，我在分析书中内容的同时，往往也会给出许多线索与佐证。我曾经提到过，在整个海奥华系列中，我认为最重要的2期视频就是宇宙法则、创世和轮回。因为这2期讲述的是有关我们灵魂本质的核心问题：我们为何会存在于宇宙之中？人类不断转世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很多观众朋友也一直留言，希望我能讲更多关于灵魂世界的内容。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将正式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带大家走进《灵魂之旅》这本书。看过我宇宙法则、轮回那期视频的朋友，对这本书应该并不陌生。我之前提到过，《灵魂之旅》讲述的是美国一位名叫 Michael Newton 迈克尔·纽顿的心理医生，在为患者进行催眠治疗时，偶然发现他们不仅回忆起了自己的前世经历，还描述出了大量有关灵魂世界的信息。后来，纽顿博士开始系统记录这些催眠个案，并将相关内容整理成书，最终出版成2部作品，《Journey of Souls》也就是灵魂之旅，第2本是《Destiny of Souls》，中文常译为浮生归宿。很多读者也会直接称它为《灵魂之旅2》。在地球上，的确有某些宗教与文献提到过轮回转世的概念，但却极少有书籍真正提到人在投胎之前会提前规划和选择自己下一世的人生。而更特殊的是，海奥华预言和灵魂之旅中都出现了一个极其相似的细节：灵魂在投生之前会以类似观看电影或大屏幕预览的方式来了解并选择自己下一世的人生。与此同时，这2本书也都提到，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源自同一个本源，都是造物主的一部分，而灵魂来到物质世界的真正目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学习与体验，完成某种属于灵魂的升级系统。要知道，海奥华预言是在1993年出版，而灵魂之旅出版于1994年。由于2本书是在不同国家且仅相隔1年出版，几乎完全没有抄袭彼此的可能，因此这些内容的一致绝非巧合。而这也是我选择讲灵魂之旅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个频道仍然会以海奥华预言为基石，在未来分享更多我认为与之高度吻合且能够彼此印证的书籍和资料。接下来我会按照灵魂之旅的章节，一层层为大家揭开灵魂世界的秘密，重新唤醒我们每个人已经遗忘的记忆。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我逐渐认识到，对人们而言，找到自己在灵界中的归属，远比回忆起地球上的前世经历更有意义。如何能够通过催眠接触到灵魂？你可以将人的意识想象成3个同心圆，一个比一个更小，分别代表心灵的3个层次。最外的那一层代表意识层，是判断、分析和推理的来源。第2层是潜意识层，我们在催眠中首先进入这里，从而唤醒前世今生的记忆。第3层，也就是最核心的内层，被称为超意识层。这一层展现的是自我最高层次的中心，在那里，我们是更高力量的一种体现。超意识承载着灵魂真正的身份，而潜意识则保留着我们在不同转世中所扮演过的一切人格与角色记忆。所谓的超意识，或许根本不只是一个层次，可能它就是灵魂本身。超意识代表着我们最高层次的智慧与视野，而我所有关于死后世界的信息，都来自这个充满智慧的能量源。作者通过长期的研究与实践，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催眠引导方式，使患者能进入第3层超意识层，进而探索灵魂世界，也就是所谓的灵界。第1章：死亡和灵魂出窍。案例1：肉身死亡。一位男性患者在深度催眠状态中说道：我看见自己的身体正躺在病床上，周围的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护士正在用白布盖住我的脸，可我还活着呢。我的肉体彻底死亡了，可我还在它上面飘来飘去。这位患者刚刚经历了自己前世死亡的一幕，他是在1918年的那场流感中突然离世。随着患者的情绪逐渐安定，牛顿博士将患者的催眠水平从潜意识提升到了超意识状态，准备向他询问有关前往灵魂世界的信息，以及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患者说道：我在不断上升，还在漂浮着，回头看着自己的身体。医生在安慰我的妻子和女儿，我妻子在哭泣，
我试着进入他的意识，想告诉他我一切都好，可他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我无法传递给他。我想让他知道我的痛苦已经消失，摆脱了肉身的束缚，我会等着他，可他听不到我正在离开这里。作者写道，如今有大量文献或医务人员的记录报告，描述突发事故中濒临死亡的人所经历的灵魂出窍现象。这些人在医学上曾一度被判为临床死亡，但最终又被抢救了回来。灵魂确实能够离开和返回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在身体濒临死亡的危机时刻。许多人都描述自己的灵魂在身体上方盘旋，尤其在医院里，亲眼看着医生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抢救。唯一的区别在于，濒死后被救回来的人所经历的是一种暂时性的死亡，而深度催眠中的患者则能够描述肉体永久死亡之后的生命状态。而且类似的事就曾发生过在我周围。有一次，我妈和她的朋友们吃饭，其中一位朋友是胸科医院的主治医生，他当时提到自己的一位患者在经历完一次大型手术后醒来时表示，自己全程漂浮在手术室的上空，看着医生们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手术。起初这位医生朋友并不相信，直到那位患者清晰地描述出了医生、助理等人在手术室的位置以及进行手术的步骤，才使得他决定把这件颠覆认知的事跟朋友们分享。案例2：灵魂的漂浮。案例2的患者是一个60多岁的男人，他的前世是位女性，名叫萨利，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死于1866年。在美国南方平原，印第安人的箭近距离射中了萨利的咽喉。这位患者之所以来找牛顿博士，是因为他的喉咙一直不舒服。牛顿问道：中箭后很疼吗？患者：是的，箭头撕裂了我的喉咙，我快要死了，我喘不过气，血涌了出来。威尔正抱着我，那种痛苦好可怕，不过我正在离开，一切终于结束了。威尔是患者在那一世的丈夫。患者接着说道：一股力把我从身体中拉了出来，从头顶弹出，我看起来像一种半透明的白色能量，那就是我的灵魂。此刻的我感觉十分美妙，一切都变得非常自由，也没有了疼痛。我周围的一切都不是实体，也碰不到任何障碍，我就这样漂浮着。有一种拉力正把我拉向一片明亮的白光，那光非常亮，有什么东西希望我尽快离开，可我还不想走。牛顿问道：如果你想留下，你的灵魂能够抗拒这股拉力吗？患者回答：是的，我可以，如果我真的想留下来。牛顿将场景推进，此时印第安人已经被马车队用步枪击退了，但萨利的灵魂还在躯体上方盘旋。患者描述自己前世的丈夫威尔抱着自己的身体在哭泣，手捧着他的脸，不断地亲吻他，而自己漂浮在威尔头顶上方，试着传递自己的爱来安慰他，想让他明白并没有永远失去自己，未来还会再次相聚。萨利希望自己能多陪伴威尔一会儿，看着他们将自己埋葬后才离开，随后便慢慢地朝着更明亮的光而去。牛顿写道：很多灵魂希望在遇难处盘旋几个地球日，通常希望留到葬礼结束。人世间的一天通常只是他们的1分钟，灵魂世界的时间明显加快了。我们在这个案例中看到，很多灵魂没有马上离开肉身死亡的地方，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渴望在深深遁入灵魂世界前，向所爱之人传输意念，安慰一下活着的人，死者自己不会被死亡摧垮。他们知道留在世间的亲友终将在灵魂世界与他们重逢，或许转世后也可以再次相遇。可在葬礼上哀悼他们的人就以为永失所爱了，其实爱并不会随着死亡而消失。作者的许多来访者在回溯前世死亡经历后表示，当他们从尘世的肉体中解脱，重获自由时，内心是如此的满足，以至于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踏上灵魂之旅，回到那个熟悉而安宁的地方。下一章我们将走进通往灵魂世界的大门，了解到死后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见。